我上年今年呢去加工银手镯去了。哦，人家说我这个银子不纯，叫我气的，你帮忙叫这个盒子给我砸了吧。大爷，我这没听错吧？这好好的皮盒你砸了干啥？你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银元啊，正儿八经的军阀币原乡共和。你拿这个去加工银手镯，这幸亏是人家没给你毁了啊。那个今年的师傅真是个大笨蛋啊！咱银元加工手镯他都不会，还说我的银子不纯，可把我气坏了。大爷，你先消消气儿。银元银子是9银1铜，含银量确实不纯，纯手工加工起来确实很麻烦。这些根本就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这个原乡共和比较少，用这个加工银手镯得不偿失。真加工那就属于严重亏损了，肯定这个银元不是你的吧？你说这话你看不起谁呀？这银元不是我的，是你的吗？这是俺儿给我的，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大爷，你误解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是质疑你银元的来历是否合法，我是在替你感到可惜，因为现在银手镯也不贵，那今天卖的成品也特别好看，你完全没必要用银元去加工银手镯，关键是你拿了这个军阀币加工不妥啊。我拿这些东西，这都是我的自由的权利。我想拿什么我拿什么。今年的首饰它怪好看，它戴上弄它没有这健康。哎呀，大爷，你们这些60、70岁的老年人啊，这个思想比较陈旧，你应该跟上时代的潮流。以前像你们年轻的时候，确实存在用银元加工银手镯，关键不是现在银元贵了吗？你不能拿着儿子给你的东西乱糟蹋。我可不存那浪费啊！我给姐姐加工个银手镯子不浪费啊。这样的银元俺家多的是。我拿2个银元加工手镯咋来？你要是拿普通的银元也就算了，一块银元1000把几百块钱，毁了就毁了，只要你开心就行。关键是你这个可是军阀币原乡共和，你难道没发现它这个和普通的银元长得不一样吗？长得不一样咋来？长得不一样，它是个破银元吗？不是，一块银元也都30颗银子它又不是白金。说实话，虽然说它的材质不是白金，但是论价值可比白金贵多了。其实你拿过来的这个原乡共和，它不是破，你指的呀就是它壁面带了有褒奖。你看皮革评论是97就是泛指壁面带褒奖，你这个是原汁原味的共和军阀币，虽说只给了一个97，但实物状态非常好啊。这种原乡共和虽然说和袁大头都是一样带面值，但是这是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发行的纪念币，数量上非常有限，当时能接触到这种银元量非官即富，所以不存在在市面上流通之说。普通的银元是靠状态和版来说话来，而你这个军阀币完全看状态就行了，壁面没有流通过，壁面带褒奖，给了你一个严评，原味的状态肯定给它的价值加分，冲你这个状态卖个10来万完全没问题啊。这值钱了吗？这能管挣10来万？咋能值钱了？别说加工银手镯了这一夜这不管买几个金手镯了吗？你说的很对这个原乡共和确实能买几个金手镯，你这一下子毁坏的话，那就立马变成20多颗的废银子了。银子价钱你也知道，才几块钱一颗，对你来说这个银手镯你戴了，但是对恁儿子来说这个损失惨重。可被人说着了，这幸为没有毁坏了，这不可惜了吗？一下子损失那些钱，怪俺儿子，肯定给我断绝母子关系。断绝母子关系有点危言耸听了，难免这个伤心责怪。你说一些难听的话是真的，反正咋说嘞？现实生活当中没文化是真可怕。平时可不能一味的拿以前的经验来看待现在的银元。再是儿子的银元，你想干啥，对吧？你最好跟那儿说一声，以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你说的对错了，这一次有你帮忙，要不是你帮忙，这也是损失这些。没事，拿回去吧。好。这马上俺弟该结婚了，我这个当姐嘞，也没啥可表示嘞，准备给他送20万，来把这个银元给卖了。听你说话这口气不小啊，张口要送给弟弟20万，但是你这个黑龙江省造的银元，我这是第一次见。这是俺老公家里边的传家宝，弟弟要结婚，这不是赶着急用钱吗？原来是恁老公家的传家宝。这个黑龙江省造的银元你看这保存的品相挺好嘞，字口清晰，龙鳞比较完整。关
关键是我不知道行情价，我劝你啊，还是给恁老公拿回去。这传家宝啊，可不能一时急用钱，你这急卖。你这老板咋这样嘞？说上门的生意你咋不接？俺弟结婚是大事，我就这一个弟弟。这不是平时都是不吃不喝，砸锅卖铁也得给他凑20万。20万，说实话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哎，再是亲弟弟，你也得根据恁自家的情况而定啊。你说话跟老公一个口气。我弟弟这辈子就结这一次婚，我这个当姐的必须得支持他。弟弟结婚，当姐的支持他是对的，具体给他拿多少钱，得根据恁家的经济情况。像这种传家宝银元啊，不能随便变现。我的意思是啊，你最少得跟恁老公商量一下，毕竟啊，你这个银元有那么贵重。我跟他没啥好商量的。我弟结婚，他让我拿1万意思一下，我都不听他的，我就得给俺弟拿20万。哎呀，其实恁老公说的没错，弟弟结婚1万意思一下，你这拿20万，说实话，那将来他生孩子，他再办其他啥事了，你说你给他拿多少钱嘞？哎，有钱都拿，反正我都这一个弟弟，拿多少他都没意见。那是了呀，肯定恁弟没啥意见，拿的越多他越开心呗。关键是你跟恁老公产生了矛盾，对吧？尽量这事儿啊，得商量着来。关键是礼尚往来这一块儿，这都是相互的。这次恁弟结婚你拿20万，下一次你再办事，他不得给你还回来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我肯定是不会要俺弟的钱，你别劝我了，我就这个脾气。你看这块银元能给多少万吗？说白了，你这是典型的伏地魔，一心只为弟弟着想。但是你这个银元啊，我只能说我买不起。还会有你买不起的，你别谦虚了，你看看值多少钱。一般像你这种银元啊，大多都是属于那种失主币，拍卖也好，个人卖也好。首先啊，必须得去打那个 PCGS 的盒子，相当于我们个人的身份证一样，得有这个评级公司给你做背书。说实话，黑龙江省招的这个银元啊，我确实没见过，但是在那个拍卖会上倒是见过7002分的那个铜制样币。还有3006分的铜制样币，那2种价值反正是不便宜，所以刚才你拿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，这样的银元，哎，我是第一次见。哎，你都没见过的话，那应该是更值钱的。俺老公一直把它给当着传家宝。当传家宝也好，这个我没见过也好，我只能说，给你估不了价。我建议你还是拿回去，跟恁老公要钱，这样是最合适的。哎，这样吧，50万卖给你吧，你啥都别说了，50万。50万，这种银元其实和多少钱没关系。我这样跟你说吧，像黑龙江在过去啊，它就没有这个造币厂，像现有的这个铜制样币啊，也都是委托那个湖北造币厂定制的。所以像这种银元啊，在哪生产的，这都是一个未知数。所以我一直给不了你价钱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明白吧？你说这话咋有点绕哎？那确实，你怕我卖了钱给俺弟弟，怕俺老公打我呗？对，我确实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吧。毕竟，对吧？你都结婚成家了，看你这个打扮，我感觉应该也是普通人。你平时连衣服啊、化妆品啊，对吧？你都不舍得买，对吧？你这一下子要拿20万给弟弟，说实话，我作为过来人来说，我也是看不下去了，哈哈。哎，你不要算了，我都不嫌你给的少，你还嫌这嫌那了，我找其他人卖就够了。那行，那你再找其他人卖吧。男朋友家有块破银元，我看着他跟俺家的有点不一样，就一点不一样，能值几百万吗？哇塞，你这还是一块大青短须龙，单看带字这一面，确实和常见的宣山啊没什么区别。俺家里面都有一块，好像也都才几千块钱吧。那普通的大青宣山现在确实也就大几千块钱的样子，但是你另外这一面不一样，它这个价格区别就大了。看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，品相还挺好的。那男友家怎么放心把这么贵重的银元交给你？一块破银元我都不想要，这有啥不放心的？谈2年了还没有给我下彩礼嘞，人家家都是16万8、18万8，我这啥都没有。彩礼其实就相当于是一种形式，既然在一起2年了，彼此合适的话就可以领证了。既然是形式，那我不是也想走一走吗？手里有粮，心里面才不慌。你说的对，因为你们还很年轻。这个彩礼啊，就相当于双方父母给你们新生活的一个启动资金。既然那男友家没选择给你现金，给你一块银元也不错，毕竟也算是一块未流通的样币。如果打个盒子，价钱好的话，比16万8、18万8不知道强上多少倍了。你说的倒轻巧，对俺男朋友家不了解。他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个小几岁的弟弟。这2个男孩的家庭事儿多。
兄弟俩挺好啊，相互有个伴儿，有个照应，家里边有啥事儿可以商量着来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感觉挺悬的。俺闺蜜说找2个男孩的家庭嫁了，容易生气。恁闺蜜说那话很明显啊，就是带着偏见来了。人家都说吵架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家庭内部的矛盾啊也同样如此。不是说所有兄弟2个的家庭啊都会闹矛盾，关键还在于个人。比如说恁未来的公婆脾气怎么样，是不是那种爱挑事儿的人，这都有很多因素在里面。因为你还很年轻，不要说什么事儿啊听风就是雨。我感觉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还是钱比较实在点儿，就是不知道这块银元能不能值钱。值钱肯定是值钱了，就是不知道在你心里边这根秤啊是怎么想的，多少钱你才会满意呢？我心里面也没有谱，反正就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就行。那有你这句话，那我就放心大胆的跟你说说。首先，你这个是大青短须龙，属于始祖养币，在以前招币场啊，压根儿就没有流通发行，所以你这个市面上根本就看不到它们。目前据我们行内所知道，它的存世量，也就那么几十枚而已吧。这些大概就是大须短须龙的存世量。我们玩收藏啊，基本上都是物以稀为贵。然后看一下你这个实物，单看这个呆子这一面，你看和我们这个常见的轩山几乎是没什么区别。不一样的就是带龙的这一面，常见的轩山是那个曲须龙，而你这个是短须龙。首先龙的造型区别很大，所以仅凭这一面区别啊，它这个价格就拉开了。而你这个状态币面非常好，因为样币模具没怎么使用过，所以这个币面属于全身打，品相可以说是没怎么见过光。你看前后连一个划丝都没有，币面包浆又那么漂亮，这种是属于酱黄彩。打皮盒我个人认为啊，能给一个 SP 55分以上完全没问题。大概估价的话应该在大几百万甚至是更高的样子。大几百万价格甚至是更高。对，你这个价格一听都特别喜欢人啊，都不知道谁会买嘞。当然这个喜欢玩银元的买了，大几百万在他们身上也不在话下，毕竟这个物以稀为贵嘛。那咋样才能找到出手如此阔绰的人呢？那还得向你请教一下。其实这个也非常简单，拿着你的银元去那个 PCGS 打个盒子即可。如果能入盒，能顺利啊，给到分儿啊，不用你去找别人，别人啊就会就像那个寻人启事一样过来找你，基本上就这样子。谢谢老板的建议啊，我给我男朋友商量一下，以后再说吧。行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人家说的很对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这我感觉我要发大财了。没想到叫我遇到这银元中的大熊猫来。银元中的大熊猫谈不上，但是像这种好品相的红线纪元、骑马银元太少见了，尤其是像你这种远光币更少。可被你说着了，我买这个银元就是品相好，谁见了谁夸他，咋看咋舒服。对，这种币面带远光，加上两面又带环彩。这拿在手里边可以说是带转光，这种品相的银元，无论是啥币种，都能卖上一个好价钱。这说半天了，你这是买了别人的，这财从何来？一般赚钱都是吃个差价，我这是1000块钱买了我朋友的，有人给我出300万，你说我是不是要发财了？那如果真值300万，谁也挡不住你发财。像你说的赚差价，这都懂啊。关键是你1000买了，一下子倒卖300万。这差价这也不是一般的多啊！你确定像这种红线纪元、骑马银元能值300万吗？好银元也得分看在谁手里。在我朋友手里，他肯定他不懂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不会玩手机。那说实话，这银元能值多少钱啊？和这个会不会玩手机没太大关系。如果你这个银元真是300万的币种啊，那朋友绝对不可能傻到1000块钱卖给你，因为你这个红线纪元、骑马银元，这一看。他都不是老了呀！你这话说的可没有依据啊！人家网上专家吃的就是这口饭。我拍照片过去了，直接给我报价300万。网上专家的报价都是瞎估嘞。说实话，基本上他们可不管你的银元是真是假，不管是否倒带，张口闭口就是几十万、几百万的给你报，因为他们可不是真心想要你的银元啊，更不会管你在哪里弄的银元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想挣你的鉴定费而已。
没你想象的那么坏，也就几百块钱的鉴定费，相当于我花钱买个放心。哎呀，那你这样想就坏菜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像你这个银元啊，在过去是属于一兆币，它即使是真的，也没有说市场价能给到300万之说的。按币种来分的话啊，它毕竟不是属于流通货币，或者是那种纪念币，也就是个人做出来的东西。你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上不了大台面。虽说存世量不高，但是玩的人有限，所以价值啊也就突破不了这个高位。这个起码嘞，这个是袁世凯，而背面这个是前门城楼，下面是袁世凯称帝的年号，红线。像这种设计啊不够大气，而原相飞龙这个状态的话，你即使入皮盒给高分也给不了300万啊，更何况像你这种1兆币嘞。价格有分歧是很正常，反正我是1000块钱买的，无论能卖多少钱，我这个钱赚定了。说实话，你这是被网上专家误导太深了。一般像这种还财银元啊，大多数都是新币做出来的财，我们行内称之为做旧。我看你这个币面压力还是不过关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，你看一下，太软，整体没有任何变化。你即使不懂银元，这一看也是假的呀。假绝对不假，我都找人看过了啊，含银量80%多呢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呀？你含银量80%多也不能证明就是真的呀。你看银色确实是银的，大不了也就是一个真银假币呗，市场价200块钱左右的样子。你这本钱都不够啊，那你这咋发展？我怎么感觉你说话阴阳怪气的？你这是不是羡慕我捡到一个大佬啊？不至于抹黑。哎呀，抹黑不存在，我现在可能说啥你都不太信。毕竟这个网上专家已经给你估到300万了，再说你又花了几百块钱的鉴定费，肯定啊也不会这个善罢甘休。我建议你还是及时止损，多去这个实体店问问价，你别再相信网上专家的话了。说实话，他们都是忽悠人了，你别再往里边投钱都是了。一言给我吧，我看你葫芦里卖的也不是这么好的。那好吧，那你去试试再说吧。我收破烂，收个破烂还没有招谁惹谁啊！收了一堆废铜烂铝啊，50块钱收过来了。人家让我赔他10万。哦，你看你这个东西啊，这绝对不是铝绝对啊没有这么沉。况且你看这上面都有报奖了，50块钱收过来，这绝对是捡大漏啊！你为啥要赔人家10万呢？主家说是个什么古董，它本来是有形状嘞。我2下子给它砸扁了。有形状的话应该是空心的，古董我看倒谈不上。我看它这工艺有磨砂，有镜面抛光，应该是模具浇铸出来的，包浆泛黄比较糊。这好好的一个物件，你这为啥要砸扁呢？砸扁卖的便宜啊！我这收破烂讲究一个性价比。那不起眼的东西，价钱便宜。我听明白了，这东西本来是好好的，你给人家砸扁，50块钱当废铝收过来了，结果主家咬定是古董，要你赔10万块钱。对，就是这个情况。那关键是我亏啊，才把钱给那俩小孩东西我说还没暖热嘞家长是不愿意了。是我也给你不愿意。你说你一个收破烂的，你有多少东西收不了？你干嘛收人家孩子的东西嘞？未成年人啊，他们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，这是你第一个犯的错。这东西是铝还是银子，你不可能区分不出来。铝哪有那轻啊？这托在手里边沉甸甸的，这得有2-3斤重啊！我看着也不像铝按铝收回来的现在不是想多赚点钱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想多赚点钱也得行正道，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你好了。这好好的一个物件，你不管是铝还是银子，你给它砸坏就不对了。东西在不损坏的前提下，这100%比买废品挣钱啊。那现在说啥没用了当时你鬼迷心窍了，这赔10万你说亏不亏？那赔10万肯定亏。你这次亏啊，其实是亏在一个理上，不应该和未前人打交道。还是那句话，你砸坏了这个东西并不老，原因有3啊。古董在过去像这种东西没有空心的，我们经常见到了以铜为主，那个铜啊它有空心的。我看你这损坏的这个材质，这分明就是镀银，含银量很高。因为镀银熔点高，你达到1000多度，以过去的技术啊无法控制到那么薄。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非常薄其实这2个点也算是一个点吧。另外这很明显啊，这有硬银的工艺，
在铸造的时候是加了一定的特殊材料进去的。我看来就是现在的，也都是一个工艺品吧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关键是人家让4万，这咋弄？哎，其实这个也非常好办。虽说东西给人家砸坏了，但是这一堆银子还在啊。唯一需要赔偿的，无非啊，也就是他的工费而已。照着这个模样跟重量，你可以去那个金店问问，只要这个钱给的到位啊，这新人啊还可以给他买得到。钱给到位，对，啥意思？估计得多少？你帮我看看。哎，肯定是比你那10万少之又少啊。既然他这不是老的话，你就补个大几百、上千块钱，差不多也都这个样子吧。那确实不多，那可以喘口气了。给我吓一跳，吓一跳，虚惊一场也好。总而言之啊，你这次说实话，为了你这个冲动啊，付出了一定的代价。以后千万要记住了，你收破烂，你无论是做啥，你不要和那些未成年人打交道。希望呢，你这一次引以为戒。哎，这个以后再收了东西，千万别砸坏了。你这好好的东西都砸坏了，说实话。确实是就是一堆废品了，一定戒，以后收到东西再也不乱砸了。对，给还拿回去吧。真令我太失望了。俺媳妇家里家财万贯啊，你看他爸妈给的陪嫁，竟然就一块大摇头。你先别着急，如果恁媳妇家境好的话，那个陪嫁应该不会差了。来，我看啥样的姻缘。俺爸俺妈在家里面都给我看过了，这都是以前的袁大头，还有孙小头。他们俩告诉我，这一个市场价也都几百块钱。几百块钱买不到这种姻缘吗？我看你这俩并非普通的大头小头啊，这俩是姻缘中的名誉品，原香共和还有上五星。啥家是名誉品我不懂。俺爸妈说了，这姻缘都20多个银子，起不了啥大风了。恁爸妈主要是对姻缘不懂，虽说你这俩姻缘都不带分 ，XF97的原香共和，这可是原汁原味的味道比。还有 XF92的上五星，底面干净，看着舒服，这俩姻缘当陪嫁完全没问题。你不要听恁爸妈胡扯。你可能对俺爸妈有偏见。俺爸妈之前啊都卖过姻缘，他们说了好像以前卖了几十块钱一个，现在虽然说涨价了，也就比以前稍微贵一点呗。我对恁爸妈首先没有偏见，以前几十块钱一个卖的姻缘应该是很长时间了，主要是你这俩这都不是常见的。你别说常见不常见吧，你都说这俩姻缘，是不是20多个银子吧？对，重量的话就是26.8克，因为过去的姻缘重量它都是统一的标准，一元的面值就是72分，但是现在收藏姻缘最主要是看它的品相和状态，你讲的重量完全没多少用。绝对是有用的。我拿着以前俺妈给我用银元加工的手镯，还有桌镯啊，那是3块银元做的，只有60克。人家只给我100多块钱。对，60克左右的重量，它的市场价大概也就100多块钱的样子，因为银元的含盐量只有89%。你看看，3块银元只卖了100多块钱，你说这俩能值多少钱吧？你这样比较就没意思了。首先，你那3块银元它是不是完整的？因为加工手镯、脚镯都毁坏了。60克的银子也不是纯银，和恁媳妇这俩陪嫁银元简直是没法比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挺有意思，一会儿说含银量低，对，一会儿又没法比，你这说这俩银元到底能值多少呢？行吧，那你既然不懂行，那我就给你来讲一讲。先说你这个上五星吧，和我们常见的这个小头啊，正面看上去区别不大，都是孙中山的头像，唯一区别就是字面这一块，这俩5角星，常见的孙小头都是6角星，所以区别很大。还有就是发行年份不同。这个上五星是1912年发行的，在袁大头之前，常见的孙小头啊都是1927年发行的。常见的孙小头存世量比较大，这种上五星呢，由于它这个发行时间短，所以贵。再加上你这个品相状态不错，你看两面几乎是没有流通痕迹，我看最少得几万吧。一个银元几万？对，你没搞错吧？没有，我卖给你，你给我真金白银不会？100%真金白银给到你。还有你的另一块原香共和，就单从它这个带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和我们常见的袁大头区别就很大。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袁大头流通过，而这个原香共和它是属于纪念币，你可以看一下字面上写的都有，
你看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，虽然说有面值1元，但是我们平时极难见到它。你这一块又是原汁原味的状态，虽说是97的包浆，但是这包浆很舒服。这一块的话，给到你9万没问题。乖乖，这价格听起来真喜欢人啊！对，你说实话，我有点不敢相信。这有啥？这都像是做梦的。这有啥不敢相信的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恁媳妇儿家境是吧？不错，家庭条件好，给自己闺女配送2块几万的银元，这也不算啥稀罕事儿吧？只不过恁爸妈他不懂罢了，恁岳父岳母啊还是非常实在的，拿回去好好珍藏，以后啊说不定管给孩子当这个传家宝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老板指点迷津啊！谢谢，谢谢，没事。老板，我这里有20斤破烂，我数了数，大概有1500个，你看看能不能卖2000块钱？小朋友，你这可不是什么破烂啊！我看这都是清一色的这个铜板，张口要2000块钱，这几个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那你感觉贵的话，你说多少就多少呗，反正我也不懂。你不懂，我可以给你讲一讲。这些都是清一色的石纹铜板，我看你这品相还算可以吧，字口清晰。你看这龙鳞比较完整，而且个个都是巧克力的包浆。你这连多少斤，甚至多少个都数得很清楚。那你这些铜板，这具体是哪里来的呀？这些东西都是我奶奶家里的。上次有个收破烂的，就给1500块钱，因为我平时喜欢玩，所以就没卖。没有卖肯定是对的，收破烂的给1500，纯粹啊是按铜价给你算的。很多人对这个铜板不懂，有一大部分人卖了肯定亏了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没卖是好事了。那为什么刚才你嫌我卖的贵呢？我并没有嫌贵，我看你这个年龄并不大，今年几岁了？10岁了。10岁应该是上学的年龄。你这冒冒圈的提着20斤的铜板过来，说实话让我吓一跳。你不应该背着你奶奶把这些铜板拿出来卖。况且啊，你卖2000块钱，你说你想干啥呀？我啥也不干，老板你误会了，我这是替我奶奶拿出来卖的。她年纪大了，走路又不方便，我怕累着她。那听你这样说的话，你确实是一个好孩子，算是年龄不大，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为奶奶分忧一些家务，确实你这种孝心啊可嘉。平时奶奶也疼我，给她干活是应该的。我主要是卖个钱，我要给奶奶买个空调，这冬天太冷了，我怕冻着她。哎呀，你这确实是懂事啊！今年冬天啊特别冷，往年咱们这里气温也就是零下2、3度吧。今年能达到零下7、8度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最怕冷，给奶奶装个空调，我支持你。我问了空调一个2000多，再加上我几百的压岁钱，把它卖了应该够了。用不上你的压岁钱，你这1500个铜板绰绰有余了。我先来给你讲一下这些石纹的铜板，它的这个材质啊，虽然是铜，不懂的大多数啊都当破烂卖了。虽说是铜，但他们啊，毕竟也是这个100多年前的流通货币，放在过去啊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钱，用它们可以买东西，能完好无损的保存到现在。单纯的来讲，他们又不是破烂，又不是铜这么简单了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我们个人家里只要是有这种铜板的，大多数都是当传家宝留着的。你说你给他1块钱一个买走，说的天花乱坠，人家也不理你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一个能值多少钱？能值多少钱主要是看品相的。常见的铜板啊，有10纹、20纹、50纹、100纹、200纹，品相最好的就当属这个10纹，因为10纹啊，从晚清一直发行到民国，大多数啊都是清朝那时候发行的，所以常见的10纹基本上都是龙板多。你看你这里面100个差不多有70个是龙板。首先看包浆，大多数啊都是属于巧克力包浆，我就随便抓一把吧。你看它的品相，再看它的字口，都是清晰的。龙鳞基本上它的状态都是可以的。这些铜板就相当于是通货美品嘛，一个市场价在20左右，1500个的话就是3万左右了。哇，老板真能值那么多吗？这价钱也太喜欢人了，幸亏以前是没当破烂卖啊。你说的很对，幸亏是没当破烂卖，当破烂卖那就亏得流鼻血了，只不过是很多人不懂罢了。你的这些铜板呢，我们一起拿着去找你奶奶，
如果他同意卖的话，到时候你再给他买空调，好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老板。没事没事。我朋友结婚，我送给他一块银元，他竟然无情的给我扔出来了。你帮忙看看，他到底是不是假的？朋友结婚啊，这是大喜事一场，他即使是假的，也不能给你扔出来啊。来，我看看啥样的银元。这事儿说起来也怪我了啊！人家结婚大喜一场的日子，别人都是给红包，我老公啊，非得让我送个什么银元。结婚送银元，寓意好啊，象征他们的婚姻圆圆满满。我看你这个银元真假没问题啊。你看仔细一点吧。我朋友一看说这都不是银嘞，直接给我扔了。你这个朋友啊，很明显不识货。像这种平级入盒的银元，拿到手第一时间应该去对比官网。你这个33年的北洋龙很明显没问题，搁这合着看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。恁老公也是的，朋友结婚直接拿红包不就行了吗？我刚开始也是要给他拿红包，钱都给他取出来了，在红包里装着嘞。出门正好碰见俺老公，正好他急需用现金，用这块龙洋给我换成了，说送这个寓意更好。恁老公说的没错，结婚送银元确实寓意比较好。再说了，这个银元这比2000块钱的红包这强太多了。我就给我朋友准备1000块钱，因为去年我结婚，他就给我1000。那只能说明你这个朋友不识货，1000块钱换一块33年的北洋龙，说实话，在平时挑这灯笼也找不来。恁老公也是一个马大哈，他就没问你随多少钱吗？我老公这个人吧，平时习惯大方，尤其是给朋友之间，从来不像我们去计较钱。他当时说，就剩这块北洋龙，以后可以给他孩子当传家宝，一举两得吧。那你老公确实比较实在。一般我们普通人啊，礼尚往来都是对等的，人家给你随1000，你给别人多的话，别人有时候啊还不适应呢。早知道弄成这样，我就另外去取钱了。我老公怎么会给我一个假银元呢？说实话，你这个33年北洋不假，是恁朋友对银元不懂，拿到手啊就没有对比这个官网图，就直接给你扔出来了。你想想，恁老公咋可能会给你一块假银元，让你在朋友面前出糗嘞？真不假吗？不假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我朋友看刺眼了。对，这事弄得我很没面子。看这个银元值多少？确实，恁朋友看吃眼了。这个开心的事儿弄成这个样子，挺唏嘘的。因为你这个北洋龙啊，首先它并不是普通的年份。你像我们常见的北洋龙，大多数都是34年的，它这个33年发行量并不多。而你这个已经评级入盒了，评级币又不是那种野鸡盒子。野鸡盒子在市面上比较多，大多数银元小白不懂，喜欢贪便宜，都去买那种野鸡盒子，殊不知啊，野鸡盒子里边装的都是假币，有时候看着买的便宜，到时候其实没啥用，因为它是假币嘛，很有可能的朋友啊，以为你这是个野鸡盒子，国内的公播，国外的皮盒、N 盒，只要不是假盒，对比官网一之后啊，都是可以正常在币圈里流通的，而你这个正是 XF45分的状态，算是流通过了吧。它这个龙鳞说实话已经算是好了，因为33年的北洋龙啊，龙鳞都不算好，整体壁面你看字口两面这都非常清晰，而且壁面多少带一点黄油彩，就凭你这个状态的话，目前我能给你估到5-6千左右的市场价吧。我没听错吧？这一块银元能值好几千吗？对，我老公这个人真是太大方了，我这好心结果没得到回报。哎呀，只能说明那朋友啊赚不了这个便宜了。这一眼开门的银元，因为他不识货，给你直接扔出来了，反而是一点面子也没给你留。本来是结婚大喜的日子，结果弄了你们俩心里边都不爽。正所谓是啊，人之不够，害人不浅啊。哎，我也伤心了。我拿出来的第一想法就是给他断交，变现给你吧，以此证明我的清白。行吧，那你这样的朋友确实生无可恋，知道他的为人，以后你也不必太在意，太伤心。